8月份的每年呢，都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这些孩子都要去英国读书了，家长也要跟着配读。6、7月份呢，已经把签证给办好了，并且现在已经收到签证了。对于那些走读的孩子和家长，大多呢需要我们帮他们找一个长期的租房，以及接机等相关事宜。也就是说，衣食住行这些都要操心的。但是呢，这些还不够，因为其中一些孩子呢，即将面临13加的考试，而且第一次考试也就是初筛呀，离现在真的不太远了，时间上，所以呢，跟学校的联系也不能断的。短总结呢，就是这个月是一个比较操心的月份。当然，对于生活在欧洲的老外来说呀，8月份是他们一个传统的休假时间。整个欧洲大陆，东至希腊，西到爱尔兰，都沉浸在休假的悠然气氛中。于是呢，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对接造成了麻烦。就像我们这个孩子，他呢正在报考一所英国著名的公学，9年级就读，也就是3年后。但是今年就要进行测试了，8月20日即将进行第一轮测试，包括笔试与面试、数学、英语、文字推理、图形推理以及小组讨论。这所英国公学呢，把中国区的招生都交给了一所机构来负责，当然是初筛阶段，之后的阶段还是要跟本校对接的。本来嘛，跟本地机构来联系会沟通的更加顺畅一些。当然我们这个孩子情况有一些特殊，他之前呢在国内读书，今年9月呢要在英国读书，也就是说成为英国的小学生，因此呢他这个初筛的过程就变得复杂了一些，需要我们同时跟英国的本部，也就是本校以及国内的机构同时沟通协调。国内的负责人呢咱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典型的认真负责，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呢看到我们的留言就会很快立刻的回复。但是呢，英国本校的这些老外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比如说我们对接的这个姐们儿，工作态度是没得说，只不过回复的效率肯定是比不上大陆的这个对接的对象。本来我寻思着慢就慢点吧，反正也不太影响目前工作的进度。但是呢，在我今天给她写信的时候，我发现这姐妹儿居然放假啦，居然没给我说。这个姐妹呢，在8月3日呢给我要一些资料，我呢就在当天联系上了国内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他呢就在第2天把我们需要的资料发给了我们，我呢就立刻把这些资料发给了伦敦的这个姐妹，然后呢就是漫长的等待，从上个礼拜3一直到现在。因为在跟英国人沟通的过程中咱们一定要知道，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宜是一定要得到对方的确认，咱们才能心安的。所以呢，我一直没有看到这姐妹的回信，我今天呢就催了一下她，于是呢就看到了她这封休假的自动回复，这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在这个休假的回信中也没有标明是哪位同事负责她目前的进度。换句话说呢，这位姐妹悠哉的去度假去了，什么都没有带走，也没有把交接的这些事宜交代给她的同事。咱姐妹就是这么随性，什么工作在私人时间跟我一点毛关系都没有。但是呢，这不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了吗？因为孩子的考试时间是不可能延迟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找另外一个负责人与其对接，并且要把之前所有的进度告诉他，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呢还得寄希望于学校不要分配给我们一个又是即将要去休假的同事。对比一下我们国内机构的负责人，刚才我发了一封信，不到10分钟他就给我反馈了过来。这就是典型的欧洲人和典型的中国人对于工作与生活的态度的区别。每年的8月份是欧洲人度假的高峰期，真正干活的人呢可能连平常的一半都没有，很多人一放假就是2-3周，大家呢都在尽情的享受生活。你是否更加喜欢这种洒脱的生活方式呢？欢迎留言、关注、点赞。